乐姐姐的阅读时间。从前有一对夫妇，他们年老无子，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孩子。他们每天都向星空祈祷，希望能得到一个孩子。夫妇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希望。一天，夫妇两人来到神社，向神明祈求，希望能得到一个孩子。神明听到了他们的祈求，赐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小的男孩。这个小男孩只有1寸高，因此夫妇给他取名为1寸法师。1寸法师虽然个子小，但充满了活力和智慧。1寸法师从小在村庄里长大，他虽然个子很小，但非常聪明和勇敢。他喜欢在田野里奔跑，和小动物们玩耍。村民们都喜欢这个小小的男孩，因为他总是充满了欢笑和活力。1寸法师每天都帮助父母做家务，学习怎么使用缝衣针缝补衣物。他还喜欢听父母讲述古老的故事，从中学到了很多智慧和勇气。每当夕阳西下，1寸法师会在田野里奔跑，享受着大自然的美丽。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冒险的渴望。1寸法师长大后，虽然个子很小，但他有一颗勇敢的心。他决定离开家乡，去大城市寻找自己的命运。父母依依不舍地送他离开，给了他一根缝衣针作为剑，一个碗作为船，一根筷子作为桨。1寸法师向父母道别，开始了他的冒险之旅。他带着缝衣针、剑、碗和筷子上路。乡间的小路蜿蜒曲折，两旁是绿油油的田野和远处的山丘。天空湛蓝，白云飘飘，让他感受到无限的自由和希望。1寸法师在路上遇到了一条小河，河水清澈见底，小鱼在水中嬉戏。他用碗当船，筷子当桨，轻巧地划过了小河。在河中，他遇到了一些友好的小鱼，它们围着他的碗游来游去，像是在为他加油。1寸法师经过一片茂密的森林，森林里鸟儿歌唱，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。他感受着大自然的美丽，心中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。在森林中，1寸法师遇到了一只迷路的小兔子。小兔子害怕地发抖，1寸法师安慰它，并帮助它找到了回家的路。小兔子感激地看着他，眼中闪烁着感激的泪光。1寸法师经过一片开满鲜花的草原，他停下来欣赏美景。草原上的鲜花五颜六色，蝴蝶翩翩起舞，让他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和奇妙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感受着花香和新鲜的空气。在一个小村庄里，1寸法师停留了一夜。村民们热情地招待了他，给他提供了食物和水。村民们对这个勇敢的小男孩充满了敬佩和好奇。经过漫长的旅程，1寸法师终于来到了京都。他站在宏伟的宫殿前，宫殿金碧辉煌，威严壮观。他心中充满了兴奋和期待。在宫殿里，1寸法师见到了美丽的公主。公主穿着华丽的衣裙，微笑着看着1寸法师。她对这个小小的勇士充满了好奇和好感。
一寸法师成为了公主的侍从，两人经常在宫殿的花园里散步。花园里百花盛开，蝴蝶飞舞，两人聊着天，分享彼此的故事和梦想。一寸法师和公主一起在宫殿里读书，一寸法师教公主一些他从家乡带来的智慧和故事。公主喜欢听一寸法师讲述他的冒险经历，两人之间的友谊越来越深。有一天晚上，一个巨大的妖怪悄悄潜入宫殿，公主在房间里独自读书，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的临近。妖怪的阴影逐渐覆盖了公主的房间。突然，妖怪猛地闯入房间，公主惊恐地大喊。一寸法师在隔壁听到公主的呼救声，立刻赶来救援。妖怪抓住公主，公主拼命挣扎。一寸法师用尽全力追赶妖怪，但因为他的个子太小，速度有限，妖怪很快就带着公主消失在黑夜中。一寸法师沿着妖怪留下的痕迹追踪，来到一片幽深的森林。森林里阴森恐怖，黑暗中传来各种奇怪的声音，但一寸法师毫不畏惧，继续前进。一寸法师在森林深处找到妖怪的巢穴，他看到妖怪正准备将公主关进一个巨大的笼子里。公主满脸惊恐，一寸法师决定立刻行动。一寸法师勇敢地冲向妖怪，用缝衣针刺向妖怪的眼睛。妖怪痛苦地嚎叫，放开了公主。一寸法师趁机拉着公主逃离了妖怪的巢穴。妖怪愤怒地追赶一寸法师和公主，一寸法师灵活地躲避妖怪的攻击。他用缝衣针一次又一次地刺伤妖怪，终于让妖怪筋疲力尽。最终，一寸法师用尽最后的力气，将妖怪彻底击败。妖怪倒在地上，再也无法动弹。妖怪被击败后，留下了一个神奇的锤子。一寸法师拾起了这个锤子，发现只要挥动它，就能实现愿望。一寸法师挥动魔法锤子，他逐渐变大，变成了一个高大的男子。公主在一旁欢呼，为他感到高兴。一寸法师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一寸法师和公主在宫殿的庭院里庆祝胜利。庭院里摆满了美味的食物和鲜花，大家都为一寸法师的勇敢和智慧喝彩。一寸法师和公主在宫殿里举行盛大的婚礼，整个宫殿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，大家都为他们祝福。一寸法师和公主终于幸福地在一起了。婚礼后，一寸法师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他们每天都充满了快乐和笑声，享受着彼此的陪伴。他们的故事成为了传说，被人们世代相传。今天的故事结束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